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前少。8月25日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表示，建议将国际空间站的退役时间从2024年延长至2030年。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建议呢？因为按计划，国际空间站2024年退役，顶多延长到2025年。但是，一旦国际空间站退役了，那么美国也好，其他国家也好，就没有自己的空间站了。那么天上只有中国的空间站在运转，那么这个呢是美国很难接受的。于是呢，他建议把它推迟到2030年才退役。那么再往后延行不行，可能很难办了，因为目前的国际空间站已经太老旧了，很多地方经常出现问题和故障，搞不好会出大毛病的。一旦发生大的毛病，就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事件。尼尔森提出这个建议，到底会不会被其他国家所接受？那么这个呢，还必须继续观察。尼尔森此人在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这个位置上做了相当长的时间。过去呢，他多次发表涉华强硬言论，还曾表示支持美国沃尔夫条款永久化。但是他在第36届太空研讨会上却突然变脸了，声称中国在民用太空项目上很保密，中美展开太空竞赛很不幸，希望中国能够成为 NASA 的合作伙伴。 NASA 也就是美国的国家航空航天局。那么过去这位 NASA 的局长从公开支持美国制裁中国航天，但是呢，没能阻止中国航天发展的步伐。中国已经在空间站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。6月17日，中国3名航天员进入天河空间站，这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开发建造的空间站。如果按照国际空间站的规划，2024年退出现役的话，那么中国空间站就有可能会成为目前在轨的唯一的太空站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，很多国家，特别是拥有航天能力的国家呢，急着和中国盖上关系。而且中国现在已经在与俄罗斯、欧洲等国家呢开展了合作，一些欧洲的航天员正在学习汉语。当然，你要上中国的空间站，你必须懂汉语，要认中国字儿，因为我们的空间站可不是英文，我们的空间站标示的都不是英文字儿，都是汉语因此你必须要学好了汉语，才能跟我们合作。这个跟国际空间站情况不一样的。当然，现在日本也提出来，希望能够和中国开展航天的合作。那么如果日本也加入，现在恐怕就剩下美国了，美国就被晾在了一边，非常尴尬。那么现在美国航天局局长提出希望以中国成为合作伙伴，那么这样的一个提法有用吗？我想球现在在美国一边，如果你不取消对中国的制裁，你这句话，你所谓的和中国在航天领域开展合作，甚至成为合作伙伴，那就是一句空话。我们可以对你爱答不理，因为你既然要制裁我们嘛，那你就自己玩去。那么中国开发太空项目是基于经济目标，也就是要开发地月空间的经济，这是一个大战略。最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科技委主任包为民在大会上透露，中国将力争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地月空间经济区。那么显然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型的空间站在近地轨道运转了，它要在更高的轨道上运转。那么专家们预测，到2050年的时候，中国每年
在地月空间经济区的总产值有可能会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规模。在技术方面，中国有自己的航天发展计划，比如说完全可重复使用的天地往返工具，以及1000米长的巨型太空站，还有呢就是月球基地等等。中国的航天技术在不断的发展，起码在未来的空间站这个领域，我们完全可以和世界先进水平有一拼。美国现在虽然还有科技上的优势，但是呢，随着中国航天技术的进步，这个优势已经不太明显了，双方的差距越来越近，而且我们通过自己的独立创新，某些方面可能已经具有了领先的水平。太空竞赛关系着中美力量的对比，只要我们中国的航天人坚持下去，美国将会面临着跟还是不跟的难题。好，今天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感兴趣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